大家好，我是大伟。咱们很多朋友啊，肩胛骨内侧这个地方啊是不舒服的，经常感觉啊僵僵的、酸酸的。有的朋友反馈说啊，就像骨头里面窜出来的那种酸酸胀胀的感觉，特别的难受。其实呢，我们肩胛骨内侧这个点位的肌肉啊，是经常处于拉伸状态的。那么它时间长了以后呢，就会产生一些不好的信号。比如说我们经常啊，你看坐的时候是这样的。人是这样的做的，然后在肩胛骨内侧这里呢，就是处于被拉伸的展开的一种状态。那么很多朋友玩手机也是这样玩，低着头玩手机，肩胛骨内侧也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强化啊，也是处于拉伸的状态。所以肩胛骨内侧这个地方一定要经常的让它强化，往我们的内侧去收缩。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非常好的动作，大家做完以后就会感觉肩胛骨内侧这里绷紧了，有2根绳子在抓着我们的肩胛骨向后非常的舒服。这个动作呢，大家做完以后感觉好的，一定要在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帮助更多的人。同时记得把这个动作转发和分享给身边的朋友和家人。我们现在来讲一下这个动作怎么去做。其实动作非常简单我们只需要把手握拳，然后呢，你看手臂去贴着我们的身体内侧，同时往后去压一点，形成这样的一个姿势。那么我们在这个姿势保持住不动就是这样，保持住不动，保持大概在5到10秒钟左右的一个时间，然后慢慢的把我们的身体往前略微倾斜一会儿，依然保持这个姿势你就会发现很神奇的感觉来了。什么呢？你会发现原来一些找不到这种发力感觉的肌肉开始逐渐一个一个的跳出来了，有一些酸酸胀胀的感觉，就这样保持住然后慢慢的俯身。好，有这种感觉的朋友们呢，现在就可以跟着我做接下来的动作了。是什么呢？你看，逐渐的，你看小幅度的手上抬，用力的向内向后，你看去挤压，你看上抬往下用力，上抬往下用力，你看就这样做的时候一定要把我们的胸你千万不能弯着腰，这样去做，这样去做，你肩胛骨就到这里，你看手臂到这里就给卡住了，你不能去往后去发力，对不对？所以呢，我们要把我们的胸，你看挺起来，然后呢，小腹微微的内收，然后找到刚刚讲的发力感觉，开始你看上下用力，用力后保持2到3秒钟，再上再下用力，保持2到3秒钟，然后慢慢的加快速度，你看1、2、3、4、5，甚至可以俯点身6、7、8、9、10，不同的角度给大家看一下就这样，快速的把我们的这里慢慢的速度可以加快就这样，慢慢的把这里的肌肉给它激活，让这里的肌肉得到一个深层的锻炼这个节奏你根据个人的情况而定。有的人他喜欢做的比较快，往后去夹，只要你有发力感就可以。有的人喜欢做的比较慢做完以后到最顶端保持2到3秒钟再松，再到最顶端保持2到3秒钟再松这个呢根据自己去掌控。你一定要记住一点做的时候你的后边要有2根绳子一样的在紧紧的牢牢的抓住稳定你的肩胛骨。好，我们一般做上1分钟以后然后你会感觉把胸再往前拉一拉，你会发现后面这个绳子就跳出来了牢牢的锁住你的肩胛骨。你会发现再变成原来的姿势会非常的不舒服，然后自然而然呢，你的胸也挺起来了，你的肩膀呢后侧也会感觉这种酸酸的这种肌肉发酸的感觉，非常的舒服。然后活动一下你的肩膀，活动一下你的整个颈部你会发现非常舒服。这个呢就是我今天给大家分享的一个小小的动作，但是大家不要看这个动作小而忽略它的一个作用。每天坚持跟我这样练一练，把这个动作学会，每天夹一夹就行了。我在这里还要最后提醒大家一点，任何的健身锻炼动作，它都是以肌肉发力为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点。就是说，很多朋友一样是去做这个动作，他找不到肌肉发力这感觉他就锻炼不掉这种目标的肌群所以我们为什么开始要在这里去保持5到10秒钟？大家不要小看这个前奏这样去保持的话，然后身体微微俯身，你能明显找到这种肌肉发力的感觉。在这个感觉之下再开始去做，就能慢慢的逐渐的强大锻炼我们所需要锻炼的这种目标肌群。
好了，今天的视频啊就分享到这里了，讲的话有点多，也是希望大家能更好的学会。那么最后再说一下，在别人那里啊是不传之秘，在我这里都会毫无保留的分享给大家。我是大伟，没有关注的记得关注我一波，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导致你肩颈不好的真正元凶啊，就藏在我们的后背，是哪里呢？我手摸的位置啊，叫做肩胛骨。这个肩胛骨啊，真的是太重要了啊。大多数肩颈上面有一些慢性问题的人，长期好不了的，包括我们的肩胛骨缝里面如果发酸的，都是出现了什么呢？肩胛骨的位置啊，它出现了一些偏移。肩胛骨的位置一旦出现了偏移，就会导致了一些急性慢性的问题啊频繁发生，而且你去想要纠正它啊，短时间之内或许有一些好转，但是长时间下来它还是会该疼的疼，该难受难受。那么我们首先要做的什么呢？就是把肩胛骨的位置给摆正。只要肩胛骨的位置一回到一个正位以后，很多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那么肩胛骨为什么这么重要呢？一定要讲起它的结构啊。那么肩胛骨往前延伸就是我们的肩锁关节，我手摸着这个地方。那么大家如果触感好，你甚至能在这里摸到一条骨缝，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肩锁关节相连接。那么锁骨往前走是哪里呢？就是我们的胸锁关节啊。那肩胛骨里面还和我们的肱骨相连，叫做盂肱关节。所以你看。这个肩胛骨连接着我们身体这么多重要的地方，你肩胛骨往上一抬，你就会发现你的锁骨也跟着动，你的肩膀也跟着动，对不对？所以一个好的肩胛骨，一个正确的位置，就决定了我们上半身的一个状态。那么怎么样把肩胛骨的位置摆正呢？我今天教给大家一个方法，让你把这个肩胛骨的位置回正，你只要坚持跟着练，你就会发现肩胛骨回正以后不仅整个人挺拔了，而且身体上面的很多问题在做完就能得到一个明显的改善。好，现在我们来讲内容，希望大家把这个视频收藏下来，然后呢每天打开视频跟着我去做，做完以后感觉好的、有用的、舒服的，记得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我们现在来讲动作。首先呢，我们要先激活我们肩膀周围的核心肩袖肌群。那么这个肌肉怎么激活呢？非常简单啊，大家看手跟我一样摆好，身体坐直，腹部收紧把这个动作摆出来以后，你看手臂夹紧夹紧了以后我们转，你看往后转同时做的时候，我希望大家把小腹收紧，头微微的向上看，从侧面看一下手往后转，你会发现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在转动的时候你这个肩胛骨也被带着去转动，因为我们之前讲过它们其实是一体的我们就这样去做。为什么要做这个动作，要把这些肩袖肌群给它激活呢？原理很简单骨为肝，肌为神。你想把这个肝子给它拨正，那就要强化它这个神子的力量所以我们就这样，你看做的时候以我们的这个大臂的骨头为一个这个轴心你看就这样贴紧着去转动。转的时候你千万不要做什么呢？就为了求快这样去做，那么感觉是不一样的。我们一定要你看往后用力就像紧螺丝一样了。那紧到最底的时候呢，那甚至你可以稍微抖一抖再强化一下一定要缓慢的把胸挺起来，头抬起来，这样去做。我们一般去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建议大家30下左右为一组，做一个2组。做完以后或者在过程当中你能明显的感觉你的这个肩胛骨它上面的某些绳子越来越紧了。为什么呢？因为你把这个肌肉给激活了。好了，第一步动作做完了以后，第二步动作非常的重要，是什么呢？手放在我们的肩膀，你看就这样放在肩膀，然后呢，我们大臂和我们的躯干之间保持一个45度的一个夹角就像这样45度的一个夹角，然后我们进行一个来回，你看。注意这里的来是为了什么呢？让回有个更大的空间。你看走上来，然后走往后的时候，你的肩胛骨它有一种夹的感觉你看走1、2侧面看一下3、4大家注意看我们在往后的时候，一定要是有一个发力向内收的感觉。你看收你要有这种感觉，你才能找到这个肩胛骨发力的感觉。很多朋友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他会发现什么呢？做起来这个后面的有些骨头咔啦咔啦响一下，为什么呢？因为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就是帮助你恢复到一个正常关节位置的一个步骤所以在往后做的时候是很用力的。大家听我讲话的声音，应该也能听出来在停顿的时候，就是我在
发力的时候啊，就这样，我们去做上一个20下到30下。那么做完以后啊，它因为是比较吃力的，如果你的头上已经微微出汗了，后背有一些微微出汗，证明你这个动作它是达到一个标准要求的。如果你只是这样简单晃一晃，那当然不累了，对不对？所以我们的动作每个细节都非常重要。好了，做完这个动作以后，下个动作是什么呢？更简单啊，你看夹角多少度？90度啊，90度的夹角依然是你看往前往后夹啊，在这个平面上啊，尽可能在这个平面上一样的，和第一个动作一样的。就是全方位的把我们的这个肩胛骨去把它完全的动起来啊，这个动作非常的重要啊，特别是年龄稍微大些的人，在做的时候一定要追求什么呢？这个动作的一个发力感啊，你千万不能追求速度。那速度去做的话，你看很随意，轻轻松松就能做，但是我们要追求的是什么？往后这个拉扯力，你要有这样感觉，最好是把脖子稍微昂一些。那么怎么控制你的脖子呢？就是有时候你做着做着头就会往下低了，怎么控制呢？你在斜上方放一个书或者放一个记号，一个圆点，眼睛就盯着上面看。你盯着这个点，只要眼睛一往上看，头就会自动抬起来就这样先给自己强化好。那么我们就这样去做，依然是30下到50下，这个后背开始有一些酸胀感了，感觉这个劲给它上来了，这个时候你的动作已经达到了一个标准。那么最后一个动作也是非常关键的一个动作，这个手依然是保持这个姿势，你看往上，先上去，然后往下拉，拉到底部，到后背有一种什么呢？就感觉我这个2个手臂往后强行的去震。要有一种就往下去夹的感觉，特别是到下部的时候，你甚至还可以抖一抖，看这样来走，配合吐气，来走，配合吐气，来走，配合吐气，就这样你去做上一个20下那么做完以后呢，你看你只要保持一个放松的状态你会发现你的胸部就已经挺起来了。同时呢，你的肩胛骨此时已经在往你的正确的位置上面在靠拢了。为什么我没讲说直接回归到正确的位置？因为每个人他的身体状态不一样，有的人他这个长期都是10年8年的，甚至更久的；有的人他年轻人可能稍微快一些所以不同年龄段的人，他做完以后感觉是不一样的。但是都会有一种感觉，就是这个肩膀好轻松这个脖子动起来以后好轻松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你的肩胛骨在我们做的时候已经调节到一个非常好的位置。这套动作我希望大家把它收藏下来，因为这套动作非常的宝贵你能够从头到尾看到这里并且学会了这套动作以后，一定要把这个视频收藏下来，以后每天打开来再跟着去练，把这些细节全部掌握透了以后呢，那它就成为你自己的一个知识了，你就随时可以调动出来。这样的话呢，才算真正的掌握到这个动作。好了，我是大伟，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没有关注的记得一定要给我一个关注，因为在别人那里可能是不传之秘，在我这里会毫无保留的分享给大家。我是大伟，感谢大家的观看和支持，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咱们现在有很多人肩膀脖子这里不舒服我手摸的这个地方呢，特别容易感觉僵硬有些朋友还会感觉发凉。这些地方出现了问题，首要你得找的地方就是肩胛骨。肩胛骨就和我的手掌差不多大就这巴掌大的地方却非常重要。为什么呢？今天我会让你全面的认识一下肩胛骨。我们从3个方面来讲，第一个是偏专业一些的，讲肩胛骨和我们整个体态肩颈之间的关系。第二个我们是讲肩胛骨如何去放松。第3个讲肩胛骨一些比较薄弱的肌群，咱们怎么去锻炼让你全面认识肩胛骨本期视频呢是干货满满。那么我们先讲一下肩胛骨的一个结构你得了解我们的肩颈为什么和肩胛骨有关，肯定要了解它的结构。你看我手摸的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厚厚的这个肌肉叫什么名字呢？叫做斜方肌。斜方肌首先就是附着在我们的肩胛骨上面的，所以呢，当我们的斜方肌过紧了以后，肩胛骨就会往上移。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这里我们的整个肩关节。肩关节这里呢，它和我们的肩胛骨也是相连的，所以呢，当我们肩关节这里不舒服，还得去和肩胛骨有关，要找肩胛骨的问题。第3个呢，就是我手摸的这里这个地方有一个凸点肩胛骨穿出来的一个小沟叫做会突它连接着一个胸小肌到我们的肋骨上面，所以呢，这里呢也是像个小手掌一样的，和我们前面的这个整个骨骼相连。所以肩胛骨你看，它虽然就巴掌大，
但是它控制了我们的身体的重要的一些结构。那我们来说一下肩胛骨，它如果说发生了一些问题，为什么会造成我们肩颈上面不舒服？大家可以看个案例啊，我把我的肩胛骨啊往上耸，大家看，肩胛骨当我们往上耸了以后，你看我头部的一个变化，大家看好啊，是不是我的头会被往前推啊？你看，是不是头被往前推啊？当我们长期我们的斜方肌过紧的时候，就会把我们的颈椎往前推，然后我们的颈椎啊，它就会承受很大的压力，加上我们这里的肌肉长期的劳损啊，就会导致了我们整个肩颈问题啊，它是一个非常缓慢的一个过程。你即便短暂的放松，但是呢，还是过一会儿或者是过一段时间又不舒服了。这个呢，就是首先是肩胛骨它的位置不对。第二个，你看我肩胛骨往外扩啊，大家可以看往外扩，从侧面看。是不是我的头还是在被往前推啊？当我们的肩胛骨处于一个外扩阶段的时候呢，我们的头部会往前，同时呢还会造成了我们体态问题啊。你看这个胸部啊变成了一个圆肩的状态啊，圆肩啊，这样的话呢，你穿衣服也不好看，而且呢这个脖子这里还会感觉发僵啊，这也是肩胛骨它状态不对的一个问题。所以呢，我们既然知道了我们很多肩颈问题啊是由肩胛骨引起的，那我们怎么把这些问题啊给它解决呢？首先你得找3个最重要的点。第一个点是在哪里呢？就是这啊，你看我手就这样随意的搭在我的肩膀上啊，非常好简单啊，就这样往肩膀上一搭。然后大家注意看我大拇指的位置啊，看我大拇指的位置往下啊，往下啊，这样去绕，看一下啊，这样去绕啊，往下大概绕1到2横指的位置，就这个点啊，我们往下就这一竖列，我们给它放松。怎么放松呢？你看手这样点进去，来回的拨弹啊，就这么简单。先把这个点啊给它放松，很多人这个点啊一按进去以后啊就特别的酸，特别的胀，有些朋友还会感觉特别的刺疼，没有关系啊，这个都是正常的啊。我们在往里面按的时候，你能感觉到有一些小筋节的一个滚动啊，疙疙瘩瘩的，都是你堵着的一些点，我们就把这里啊给它放松。好，这个点给它放松了以后，我们再找第2个点，第2个点是哪里呢？是我们的腋下啊，腋下。手抬起来就能看到啊，手抬起来，手往腋下一放，你看我巴掌啊这么宽的一个位置，就这个地方，手你看点进去，画圈啊，这个地方很重要，为什么呢？这个位置也是非常容易紧的，里面穿行的是我们的前锯肌啊，我们就把这里啊给它放松，啊，你看画圈揉就可以了，非常的简单，我们只要把这里啊，你看揉就可以了，画一个圈。好，第3个地方是哪里呢？就是我们整个啊。后侧啊这一块，这个地方呢，我们正常想去按，如果你手上没有指力的话，是很难去按动的。那么我们一般是怎么选择呢？你看我手啊在这里摸，我能找到一个棱，这个棱呢叫做肩胛冈啊。我们在这个棱偏上一点点进去一个小窝窝，你看这是一个棱偏上点进去一个小窝窝。好，找到了这个点以后呢，我们可以这样让我们的肩膀去动，手点住就可以了，肩膀去动啊，你看手点住。肩膀去动啊，肩膀你看随便怎么动，你能发现这个肌肉啊在来回的动。那么此时我手点进去，就像一个钉子啊点进去一样，那我肌肉来回的动，就不用我的手去发力了，我只要肩膀这样动就可以了啊。你看这样动啊，手臂带着肩膀一起动，就这样去做上一个啊，这个10下、20下都可以，你做了感觉有些放松就行了。那我们3下演示做完以后，你看我自己活动一下我的肩膀，我会明显的感觉我的右侧整个肩膀啊全部松下来了，包括我的脖子这里活动一下，你都会感觉明显的变松。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把肩胛骨上面一些重要的点啊给它放松了，这些点放松了以后，接下来延伸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你需要把肩胛骨薄弱的一些肌群给它去强化啊，这个呢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之前讲过，我们很多的一些肩颈上面的问题啊，是由于我们肩胛骨的一些偏移导致的。所以呢，我们最终要做的是把肩胛骨回归到一个正确的位置上面，这样才能一劳永逸的让我们整个肩颈回归到一个最好的状态。而且这个方法不仅仅是适用于年轻人，中老年人也可以这样去做啊，去对这个整个这个身体啊、体态啊，包括我们的肩颈啊，都能减少很大的一个压力。好，第3个锻炼动作我们怎么做呢？啊，非常的简单，我们只需要你看，把手啊这样，好，然后呢把全面啊对着正前方，形成这样的一个姿势。好，我们开始做什么动作？侧面给大家看啊，你看，来
手往后啊，往后夹，此时呢你是肩胛骨啊在往后发力，好，平着往后夹，然后你看手往内啊，从这边看手往内啊，这个动作是2点，你把它拆分开来看，很多人做这个动作他做的不到位，他就是什么呢？哎，这样一夹啊，就这样去做，虽然有效果，但是它不到位啊，到不了那个点，你到不了那个点以后呢，你做起来的感觉啊是完全不一样的啊。我们一定要是什么呢？先往后夹，你看夹到这里，我再往后夹，夹不动了。此时呢，你保持一个3到5秒钟，先找到我们那个薄弱的地方发紧的感觉，这个点是非常重要的，一定要找到发紧的感觉。好，然后再把手干嘛呢？你看往下，你看我手肘啊，看我手肘，注意看我手肘这个点，看往下去夹，再夹到哪里呢？哎，依然是往下，你看动不了了。好，就这样。你去保持一个3到5秒钟，好，然后往前回到一个我们起始的姿势，再往后，再往下，好，再回到一个起始姿势，再来往后，往下，看到没有啊？侧面看，来，往后，往下啊，看到没有啊？就这样，我们去做上一个10下到20下。做完以后，你能感觉你后面啊有两根无形的这个小绳子一样的，就把你的整个肩胛骨啊就开始往下拉。你做完以后啊，就自然保持放松的状态，你会发现你整个胸背啊，包括脖子都和原来不一样了啊，整个状态都不一样了。而且再活动一下肩膀，你会发现发力更加的轻松，整个肩膀就一下子轻松下来了。这种轻松呢，你和很多人啊，他经常肩膀不舒服啊，去按摩啊，去推拿，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它是回归到一个我们自然的体态平衡，在这个状态之下呢，我们才能感觉出这种由内而外的一种轻松感。好了，今天这个视频呢，它其实全部都是干货，懂的朋友啊都懂。我是大伟，那么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这么好的一个视频，如果学会感觉有用的，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同时，你感觉这个视频好的，也可以转发和分享给身边的朋友和家人，把这个视频啊也收藏下来。我是大伟，在别人那里是不传之秘，在我这里呢都会毫无保留的分享给大家。那么没有关注的，记得关注我一波，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肩颈不好的人，不要再乱揉乱摸、摇脖子了啊！找问题一定要找关键。我们肩颈上面的问题，一定要找肩胛骨。为什么呢？因为肩胛骨啊，它其实就是我们肩颈的一个地基啊。肩胛骨如果说你没有给它一个稳定的固定力，那么我们的肩、我们的颈就会如同脱缰的野马，它不受控制。我给大家做一个最简单的一个小动作，大家可以跟着我来做，做完以后你就理解这句话的意思了啊。我们只需要把我们的双肩向后啊，你看就这样，双肩向后去夹紧。夹紧了以后，从侧面看啊，你看夹紧了以后，你会发现我们的这个颈椎啊，自然而然就恢复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状态之下。那么很多人啊，他的肩颈啊，长期处于一种什么呢？往前探颈啊，然后圆肩驼背，这其实啊，都是我们的肩胛骨没有一个非常好的固定能力。所以呢，想要让你的肩颈好，最好的方法就是把我们的整个肩胛骨的力量给它加强起来。那么肩胛骨的力量怎么去加强呢？我今天教给大家一个小动作，你每天去做上一个100下到200下，你会发现逐渐的你的肩胛骨有力量了，你的肩颈啊也会变得非常的舒服。好了，咱们话不多说啊，直接把这个动作分享给大家。大家感觉好的，记得在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同时不要忘记了把这个视频收藏下来，每天跟着去做。好了，我们现在来看动作怎么去做。首先呢，咱们这个动作站着坐着都可以做，但是有一个重要点啊，就是要把我们的小腹核心啊给往内先收紧。当我们的小腹核心收紧以后，我们开始做什么呢？你看，双手和我一样啊，这个大臂啊贴着我们的内侧啊，然后呢手这样夹紧，形成一个这样的姿势。从侧面看啊，你要发现啊，就是说我们这个手臂啊要和我们的胸口在同一平面之上。大家看啊，你千万不能出现这样啊，你不能手往前，一定要在同一平面。把这个基础的姿势摆好以后啊，大家注意看一个细节啊，我要把我的手转一下啊，把我的手转一下，用我的手背啊对着前方啊，就这样，把这个姿势摆好以后，从侧面看，你会发现无形之中啊，你的整个后背就开始发力了，同时呢，你的胸口往前啊顶出来了，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现象。同时你会发现我们的颈椎正在慢慢的回归到一个最自然的状态。好。
我们把这个动作做好了以后，开始做什么呢？你看，向前啊，微微的向前，然后往后发力，好，往后去夹紧，夹着我们的肩胛骨。大家看啊，从后背演示给大家看，来1，好，到顶了以后啊，往里面夹不动了，保持1秒钟。好，再来2，好，速度不用快啊，速度一定不要快。3，我相信所有朋友啊，此时跟着我去做的，都会感觉你的后背上面啊就开始有发力感了。同时呢，你会发现你的肩胛骨内侧啊会感觉特别的酸，特别的胀，有一种啊久违的感觉。而这种感觉呢，即便它很酸，但是你会感觉特别的舒服。啊，你看，跟着我的速度去做啊，所有朋友啊，做的时候你千万不能说速度过快啊，就这样去做。你看，错误的动作就是这样。我们一定要保持什么呢？向后到顶，保持1秒钟，缓缓松开，再往后啊到顶。保持1秒钟，缓缓松开，匀速的往后做，直到你做了以后啊，你的整个后面的肩胛骨周围这一圈都开始发酸了，都开始有强烈的感觉了。这个时候呢，你会发现，即便这个动作我们暂时啊放下来不做了，你的整个后背啊就自然而然的就挺起来了，根本都不需要发力。同时，你的颈椎也会感觉特别的舒服啊。这个呢，就是把我们肩胛骨这个地基啊给它打牢了啊。这个动作我建议大家每天在家去做上一个30下到50下，总共做上一个100下到200下，根据自己的感觉来，一定要做到整个后背上面有发酸发胀的感觉。好了，今天这个视频啊就分享到这里了。我是大伟，没有关注的记得关注我一波，在别人那里或许是不传之秘，在我这里都会毫无保留的分享给大家。谢谢大家。